无谓多说，这是你儿子。这是你老妈，叫声老妈吧。中了，该起床上班了吧？为什么一夜没睡呢？昨天晚上有多不开心也好，现在已经是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希望你今天开开心心的。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人，很多时候他们不睡觉，为了追求不同的事物。有些人得到了，有些还没得到，有些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我叫阿伟，做了30几年警察。1个星期前，我才丢了职业。但这不是最坏的消息。这个是我太太，我们结婚10几年了，但是最近我才发觉她有些不对劲儿。我怀疑她对我不忠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所追求的是想和她生个孩子，然后一家人开开心心的生活下去。但是我想再没这个可能，因为她的心已经交给别人。我大概猜到那个人是谁了，但是我到现在仍然没揭穿他们。我只等待一个机会，到时候我要令他们非常后悔。早，伟哥，谢谢你。拿去吧，你身子虚。你才虚呢。也别没精打采的，啊，不就丢了工作吗？你就当是提早退休放长假了，船到桥头自然就，谢谢。世事嘛，很难说得准的，说不定上天随时会送个安慰奖呢。安慰奖？好了，我约了人，我先走了。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走。喂，你的电话怎么老打不通啊？是不是把电话挂了？我老公昨天查过我的电话，你为什么昨天不打来？还说呢，昨晚被你老公缠着在楼下喝闷酒呢。你们两个现在在楼下？别说了，他不能回家呢。换好衣服，下来，然后乘车去老地方见面再谈吧。我有个惊喜给你啊。喂，我的电话没电了。我听不到啊。老地方见吧。好。想不到你们两个居然这样对我，枉我当你是兄弟一样。你居然泡我的老婆！就以我跟不上你们，倒要看看你们今天有什么惊喜。接下去吃个早餐。
诶，怎么只有他一个人？我叫李浩峰，刚满17岁。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日子，因为是我们第一次的约会。不是说我从没有约过女孩子上街，但是她真的很特别。我不知道怎么对你们说，但我住在这里，完全是因为他，因为他就住在对面，而他昨天居然主动的约我到他家里吃早餐。我来了。请接电话用一下。明白了。直觉告诉我，今天以后我的一生将会改写，永远的改写。哇，有没有毛病啊？喂，早啊，退后。是真的，我写下的，但是我忘了把那张纸放在哪儿了，你让我找找看。你叫老板先不要决定封面，请等一等。是呀，没什么，送余粮来的。不是啊，电脑坏了，没有办法啊。先等一等。不是啊，没有理由的嘛，我自己想的故事，起个名字也不行。麻烦你跟老板说说啊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一找到呢就传真给你，就这样，拜拜。你谁啊？是你约我上来的？我约了你，我想你弄错了吧？啊，对了，这张纸是你写的吧？真是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，真的很感谢你。啊，谢谢。谢谢啊。什么呀？你叫我上来，怎么又让我走啊？我不明白啊。你叫我上来吃早餐的吗？啊，你一定是看了这张纸之后误会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先去关火。哎，等等，说清楚了啊！误会是什么误会？那对不起了。什么？是他？哦，我认得你了，你在咖啡店工作的，这不就是昨天来找你的朋友吗？他不是我什么朋友，我不认识他。我怀疑你们两个才认识的，串通来耍我。他是谁啊？这你做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也不知道你朋友是谁。你不认识他，怎么会有他照片？立刻离开这儿，不然我就报警。我是认真的。他是谁？过来！他是谁？走开！告诉我他是谁？你放下刀啊！走开！听我说，听我说！别过来啊！小姐，救命啊！没事，小姐没事，我不会伤害你，我不会伤害你，真的不会伤害你的，我不会了，放弃好了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小姐，放下电话，你为什么打电话？我去，真是你！哇！又说认识我，又说是什么小学同学。啊，小姐，我先把别说那么门关上。多废话，
免得邻居听到了以为有事发生，去报警那就不好。打你！我真的认识吗？你是不是真的认识我？我不认识你啊！你为什么说认识我？你冷静点。为什么啊？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我不认识他。干什么啊？我来是为另一件事的，你去放他。我办什么事你要你把刀放下！我命令立即把刀放下！什么变态了啊！立即把刀放下！什么听你说？叫救护车！结果那天真的改变了我的一生。放出来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成熟多了，对周围的事和人都没那么容易相信了。你是不是小峰啊？我差点认不出你来了，你的样子跟几年前差远了。我是你爸爸生前的好朋友，你现在没地方住了，要不然先到我家去住吧。喂，你爸爸一层楼留下来给你啊。那我应该怎么称呼你？叫我什么都行了，就叫东叔吧。你爸爸年纪比我大，比我早到香港。我来的时候呢，没地方住，是他收留我的，然后就办了印刷厂。来，吃东西。好。吃。哎，你能吃辣的？是啊，你喜欢。是啊。来。我多加一点啊，多加一点才好吃。对，再加点，加。哎，再这样，哎，够了。当然够了。谢了。想这么多，一定辣死你。来，吃吧。啊，你说我老爸跟你合伙办印刷厂？是啊。我怎么没听他说过？这些事当然是不会跟你说了。我们合作印色情书刊嘛。印色情书刊。害羞啊。哎，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有疯牛病啊？不会吧？什么不会啊？当然会了，他常去招妓的。这个叫东叔的人，他说我小时候见过他，但是我想了很久，还好像没什么印象。不过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对他有一份莫名其妙的亲切感。就这间了。这儿停止印色情书刊很久了，我很少收拾乱七八糟的。来，进去看房间吧。来，进来吧，你看看，这是你爸爸睡的。你爸爸死了之后呢，我已经换了铺盖了什么的，我就在隔壁。过来看看。这儿十分方便的，什么都有啊。你看那儿是一间舞蹈学校晚上有很多妞在那儿换衣服，换完衣服呢就洗澡你说真的呢？我开玩笑呢，哪会有那么多妞换衣服呢？放心吧，我是写作人，所以进食呢不定时，点的饭你自己自理吧就这样。东叔，你什么时候到律师楼给我转业权？
转业权？哎，这种事迟几天再说吧。那么心急干什么？怕我骗了你啊？哎，老爸，呵，你可真够风流的。你老爸老妈车祸死了之后我还不知道，直到你出了事报上登出来，我才知道他们死了。那外边很乱的，你不要出去啊。那间房子是我写作的，更乱呢。你有什么事不要过去。哦。洗完澡之后呢，我就回到这一间我老爸以前住的房间了。到处充满了一阵熟悉的气味，很久没试过打开窗户的感觉了。自由的空气真的很舒服，加上黄昏的阳光，令这房间充满了希望，充满了温暖。但从这里看出去，我似乎看不到自己的将来。当我睡醒的时候，整个房间都黑了，于是我去开灯，但是原来这房间内一个灯泡都没有。就在这时候，外面有道光射进来，我很奇怪，就去看了，让我发现原来有一幅很大的帆布招牌，射到整个房间都光亮起来，难怪整个房间都不用开灯了。诶，真的有人跳舞啊！哦，我想老爸以前一定在这里偷窥过。哼，以色情书刊，你真下流。诶，那个妞挺正点的，老爸有没有盯过她呢？为什么这个女孩好像向这边看过来似的？不是把我看到了吧？但她真的看过来，她会不会认识我老爸呢？难道是我老爸以前的妞？不可能啊！哎，她早啊！这种偷窥的感觉很熟悉。上一次是4年前在我工作的咖啡店内，那个时候我在厨房当小工，每天下午我都等一个人出现。都过了2点半了，怎么还没来呀？我工作的咖啡店一到午饭的时候就忙极了，人来人往，我根本认不出谁跟谁。但是午饭一过之后，他就会慢慢的进来，坐在同一个位置，然后用他的手提电脑开始写作。他坐这个位置，因为这个位置最接近电源，也因此令我更容易看到他。谢谢你。我连续看了他很多天，终于我决定跟踪他。慢走。原来他就住在咖啡店对面。我查到他住几楼之后，就在他对面租了一个小套房。我一有空就回家偷窥他。其实厨房的工作只不过是消磨时间而已，偷窥他才是我真正的人生目标。我买了一部小型照相机，令到我对他更加的了解。我们之间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。渐渐的，我在厨房的时间就越来越少。
而留在家里的时间就越来越多了。虽然房间很小，但是有他陪着我，我一点也不觉得寂寞。我的厨艺一点都没进步，反而拍照技术越来越好。他平常在家里除了思想、打电话和做饭之外，倒没什么别的事情做。我发觉他的视力蛮差的，脱了眼镜之后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哎呀，我也看不见。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站在窗前面，面对面，他好像没什么反应似的。到底他有没有心中的男人呢？难道就这样喂喂鱼，看看电视，弄弄吃的，这就满足了吗？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后来我偷看过他的信，才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小说家，但是从来没有书迷知道他真实姓名和住址，通常只是出版社把信转寄给他。但是他很随便地让人进他屋子，我真有点担心，但是不怕，有我在，有什么事我一定会来保护你。我买齐他所有的书，成为他书迷之中最幸运的一个，因为我可以一边看他的书，一边看着他。本来这个已经是我的梦想，我没想过可以跟他有进一步的发展。但是有一天，他对我做了一些事情，后来还导致他死亡。要说，就要在他死的前一天说起。那天的下午，过了2点半，很久了，他还没出现。我担心他出了什么事，于是跑上家里，打算偷窥他一下。谁知道我看遍了他整个房间，也没看见他。他除了咖啡店和家里之外，没地方可以去的。我很担心啊，于是跑到楼下去。但是一到楼下，我就遇上一个怪人了。李浩峰，你谁？你真是李浩峰吧？我不认识你。哎，吃住小学念书的吗？吃住小学笑不笑啊？那怎么样？小学同学吧？哎，那我们同学呀。你说我自卑又好，或者什么都好，我很讨厌让以前的同学知道我做当时的那份工作。但是当我走进咖啡店的时候，我就好像走进另外一个世界，一个只属于我和他的世界。他居然看着我笑。这什么电话？他从来没对我笑过，而事实上，他从来没有看过我。我的小学同学进来打电话，想通知全世界的人。我管不了了，知道又怎么样？喂，你下次不要从前门进来啊，会骚扰客人的，傻乎乎。太阳蛋，2号桌，一定要反转后面啊！是那个小姐说的。他从来没试过叫厨房的东西吃的，他每次都从水吧叫喝的。这次终于有机会为他弄吃的了。请问有没有一个穿黑衣白裤子的男人进来？小峰啊，他在厨房。上楼梯往右拐。是啊，自己进去找吧。好啊，谢谢你啊。他进来找我，我先躲一下。当我反转那张纸的时候，我简直不相信我眼前见到的东西。他约我吃早餐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
洗完手之后，我根本顾不得那个小学同学了，我只是很专心地弄那一份太阳蛋，记着反转背面，真的很有心思。明天，然后那天发生的事情，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但是当我收到这张纸的时候，那种的喜悦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何不重新开始吧？我拍过东叔的房门，但是没人回应。我走出客厅，就见到饭桌上放了很多东西。可能老爸以前对别人好，现在人家反过来对我好，哎，真有一点点的感动。我还见到一张用剪字砌成的字条，上面写如果要应征就留那个电话给别人。还问我昨天晚上有没有做偷窥佬。东树他是什么人呢？我圈了几份准备去应征的工作。我见到对面舞蹈学校招生，我想想学跳舞也不错，将来可以教跳舞。反正我觉得我对跳舞这方面挺有天分的，又近我的家。但是学跳舞要给钱的，何不先找份工作呢？是不是景仁？不是，谢谢，不客气。我把报纸上圈上的工作全应征过了，但每个老板都叫我回家等消息。我买好菜回家的时候已经黄昏了，但是东叔好像还没回家呢。这一顿让我来吧，我是个厨师嘛。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不肯雇佣我，难道坐过牢的都有一个模样吗？我回房间吃饭的时候，突然想起那个电话是个留言信箱，于是我立刻查看有没有老板给我回复。你有2个没听过的留言。2个那么多？昨天晚上10时03分。昨晚？老公，是我今天晚上还看见你了，但是后来我发现，原来我看错了。你别这个样子嘛，你已经1个月没有理我了。我今天晚上排舞的时候，差点踩到学生的脚。踩到学生的脚？今天早上0时10分。老公，我放学回家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不马上答应你，是因为我舍不得你。你像以前那样回复我好不好？我真的很想你。找老公？东叔，回来了。吃东西没有啊？出去吃。我煮了，你先坐一会儿。坐牢而已嘛。
用不着这么不开心。你以前做过的事情都还清了，你现在可以重新开始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对你以前做过的事仍然耿耿于怀，只会却步不前，那怎么做人呢？避忌的事情呢，你越不说，只会叫心里越不舒服。如果你把它说出来呢，就像把心里的刺拔出来一样，整个人都舒服了。就算打你一拳，你也不觉得疼。哇，疼不疼？哎呀！吃完饭之后，我们去了天台吃西瓜。于是我就问东叔关于留言信箱的事。东叔，留言信箱有个女人找你。不是留给我的，是留给她死去的老公的。死去的老公？是，70几年前呢，我已经听过了。我以为有人玩电话呢，后来认真的听呢，他还哭得挺真的，倒不像是玩的。他是不是傻子啊？怎么会留话给死去的老公啊？不是，她不是傻的，她痴情而已。她接受不了她老公死的事实。那么她挺长情的啊，这么多年还是一样。那倒不是，断断续续而已。我以为她打给你老爸呢。哼，打给我老爸？哎，是这样的，那时候呢，那个电话呢是我跟你老爸共用，不是找我，那一定是找他啦。但是后来他好像不是叫你老爸的名字，那我也不知道他叫谁。我不明白，就好像电影《情书》一样啊。哦，写信给圣诞老人一样。哎，就是这样。他一打了那么多年，不过是为了心灵上的满足嘛，没恶意的。以后呢，你只听找你的电话就是了。不用管他的，那些留言，反正又不是找你的嘛，对吧？她那么想念她的老公，那何必揭穿呢？想不到东叔这么粗鲁，还有他浪漫的一面啊。东叔，没听你说过你老婆。怎么一提起老婆就咳了？咦，连假牙都掉出来了，小心噎着。今天你还是不要说了，改天再说吧。你先坐一会儿，我下去写赶稿。吃完水果，已经10点了。舞蹈学校刚下课。这个女孩到底会不会是留言信箱留话的女人呢？踩了学生一脚。为什么她看过来呢？我真的很想知道真相，所以我决定跟踪她。跟踪他，越跟就越近。我发觉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很特别的香味，但是该没理由啊，他身上应该是汗味。难道我那么快便爱上他了？如果是的话，就麻烦了。可能由于他常做运动的关系，他的肌肉看上去觉得一点都不松懈。哼，我说的当然是他的脸了，你以为我说什么？哎呀，我啊！
是3老。几号啊？305。这个人古古怪怪的，手指弹来弹去。他以前不是职业杀手的话，一定是个警察。上。那么严密的保安住这里，应该……对呀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白天了。我只觉得鼻子很痛，而且睁不开眼睛。突然之间，我见到一个人，他的样子很像我。难道是照镜子？但没理由照镜子会闻到那么香的味道。我立刻认出这种味道了。原来我们2个被绑在一张床上，还绑得很贴近。我们在一间很凌乱的女孩子房间内，而且是一间刚刚被人打劫完的房间。打劫？还好，我们的衣服尚算整洁。这个贼算是有点道义了，解决自己财政问题之余，还那么为别人着想，这么便宜我。如果去警察局给口供，我一定不会供得出来。救命啊！走开！救命啊！小姐，不要！走开！不要这样！小姐，走开！走开！然后我晕了。醒来的时候，我发觉自己的身体很虚弱，因为我除了流了很多血之外，我还……不过幸好没被他发觉。你是不是跟踪我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你住附近？我来找人的。几楼？5楼，503。503。啊，姓陈的，我也认识他们。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姓陈的，但是我姑姑姓李的。找到了吗？找不到。他好像不太相信我。师姐，不要，你不信也不必。他叫我去洗澡，于是我就进浴室了。我一看镜子里的自己，哇！我还以为自己在拍《洛奇》第1集呢。我看过他所有的日用品，发觉原来只有他一个人住。我找不到任何男人的衣服，外面也没有。不管了，先洗个澡。我给你点东西，换了这身干净的衣服。能？啊，还有，你把脏衣服放在这个胶带里面，拿回家去洗。看着他出去的时候，我真有点舍不得。谢谢，待会儿见。
受了伤更有男人魅力，他一定喜欢他流泪。他真的在流泪，一张都没有，一张都没有。小姐，你不见什么了？先别哭啊，喂，很重要的吗？他不见了什么了，叫他这么伤心。于是我在他的抽屉里找，我发觉很多关于通灵的书，还有一张，这到底是什么呢？模式密码表，为什么他有这些东西啊？难道他喜欢打野战？很奇怪，整个房间只剩下相架，一张照片都找不到。这边也是，床头照片都没了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只剩半张照片呢？是不是他年轻的时候拍的？有些像我。我看这照片挺有趣的，所以拿来看看。很像你啊。你很眼熟吗？我肯定以前见过你。不会吧？我想是照镜子的时候，你看，我们是不是有点像？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跟你差不多，最多只是差几年。你说你姓什么？姓李。哦，对对对，没什么。怎么样？衣服合不合穿？还可以，裤子松了一点。他以前的身形跟你差不多。他是谁啊？我老公。那他现在他已经去世了。衣服我正在洗，你晚一点回来拿。你上来之前先给我打个电话。那 OK。拜拜。你别动嘛。如果让你死去的老爸知道了，一定很生气的。大家要自知嘛。超过2个敌人呢，应该及时逃跑。你以为你是我，一个打10个？东叔，你会武功啊？会。想不到东叔这个拿笔杆子讨生活的胖子，竟然是个武林高手。快空手500刃呢。他还说要教我耍太极呢。我说不学行不行啊？但是他说男孩子不学一点功夫怎么泡妞啊？我越听越困，于是偷偷的到下面睡觉去了。醒来的时候呢，东叔已经煮好饭了。刚才你说梦话。什么？没有啊。没有？哪里？你还说姐姐不要，姐姐不要啊？你脸上的伤痕跟女人有关系吧？快点告诉我。对了，东叔，你上次答应我告诉你老婆的事，这样吧，你先告诉我，然后我再告诉你。我跟我老婆呢分开了几年了，因为我怀疑她对我不忠。我没有捉奸在床啊，不过我很肯定，
他心里的人不是我。这就是不中了，对吧？不错，我比他大20多年，他当然嫌我老，所以每一次有男人在他身边出现的时候，他的眼神都是很暧昧的。到现在，我每次闭上眼睛，都会记住那种眼神。想不到到最后连我弟弟也搞上了。董叔，下次再说吧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没事的。那时候我刚刚失了业，经常闲着。谁知道有一次让我看见他们在街上走进计程车，神神秘秘的。那天晚上我回家，想问问我老婆，她到底下午跟我弟弟去什么地方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，因为我发觉那段时间我跟她很有隔膜。我过去一碰她，她就立即站起来走开。而且我发觉她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肚脐，常常照镜子。有一天，她又神神秘秘地打电话，但是我一起来她就挂线了。于是我立即检查来电显示，看她打到哪儿去。我跟着她打过的电话去问，发觉那是个餐厅。我问了地址，立刻开车去。我进了餐厅之后，见不到我弟弟和我老婆。先生，经理过来问我有什么可以帮我的，我灵机一触，立刻退回车上想找些东西。我找了很久，终于找到一张我和我弟弟的合照。于是我把他那边撕下来，进餐厅再问。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找？那个经理说，为什么最近那么多人来找人？然后一位小姐叫我坐下来，说可能帮到我。我把我弟弟的照片给他看，他真的认出来了。他说我第一次进来的时候，他进了厨房。我走出去的时候，他又回来了。然后到了对面的一栋旧楼，那就是那栋。我一看，真的看见我弟弟。于是我出去截住他，然后我们就上了车。我找借口说我失去了工作，很不开心，要他陪我喝闷酒。那天晚上我开车停在我家楼下，盯着我老婆在家里的一举一动，然后我就喝了口酒，借点醉意问我弟弟：“喂，我和你已经合作很久了，大概3年吧。有3年了。这3年来有没有想过跑我老婆？哎，东哥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我一向把嫂子当我妈一样。你喝多了。哎，整包薯片都没了，还把车厢弄那么脏。妈，不错，我从小看着她长大，我知道她当我是老爸。曾经有很多次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。出生入死？对，我们俩当时一起做记者，采访突发事件的。可能我没儿子吧，所以我真的把他当成儿子一样。我记得有一次行动，采访突发新闻，我几乎被那些贼打了一枪，他就扑过来救我。于是我们2个人都进了医院，后来就在医院里一起拍了张照。就是那天下午在车上撕烂的那一张。是什么照片？东哥，拿来看。
看看。我怎么知道那天晚上几乎还被他发现剩下的一半？哎，走吧。后来他在车厢里睡着了，睡的时候还是笑得像个小孩子一样。当时我也有些动摇，我在想那个奸夫到底是不是他。第二天他一醒了就说要走，连早餐都说不吃。我说送他一程，他说不用。谁知道他一转身就立刻打电话给我老婆，说有个惊喜约他在老地方等。你弟弟挺持久的，等了半天才找你老婆。对不起，这样吧，继续说。不说了，这陈年旧事，来，到你了。你说昨天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说梦话？没什么，昨天没事做，就上街逛逛嘛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一说到那个女人，我就特别开心。老想那个女人，可能因为我们之间发生的事实在太离奇了。还有，虽然大家都穿上衣服，但是这仍然是我和女孩子第一次的亲密关系。不经不觉的，我越说越起劲，还把全部过程告诉东叔了。喂，你射到哪儿去了？啊？你会不会射呀？你看你射的，东一颗西。后来还让东叔取笑我，怎么行啊？叫我尴尬极了。学着点。我真的很后悔把不该说的都说了。然后他又要我跟他学太极，我真的不知道这关他的什么事。但他说学会了身体会健康些，不会那么丢脸。那天晚上东叔喝得很醉，我送他回房间之后，我以为那么晚了，舞蹈学校该关门了，但是竟然让我看见他一个人在跳舞。于是我又偷听他的留言。老公，我今天遇到一个怪人，你猜我怎么遇到他的？我想我说了你未必会相信。他来我们那一层找亲戚，后来我怕一起被人打劫，怕被绑在一起，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认识他。晚上10时20分。老公啊，好奇怪啊，那个贼在我家里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拿走，他只是拿走了你所有的照片，还有有关你死讯的简报，还有在我钱包里跟你那张合照啊，他只撕下你那一半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原来舞蹈老师真是留言的那个女人。现在我连一张你的照片都没有了，我真怕有一天我会忘了你的样子。我不说了，我明天去看你。明天去看她的老公？她老公不是死了吗？好，让我早点起床，明天就可以真相大白了。
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知道，又是我？一定是你凿去的，全部照片都是偷走的。我路过这里而已啊，我老公已经死了，为什么你要拿走他的照片？到底想做什么？小姐，你冷静点，我陪你去警察局好不好？冷静点，你先别这样，冷静啊！你一定是教会的人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什么教会啊？你告诉我好不好啊？为什么？小姐。后来，他带我去了一个公园，开始告诉我他的故事。那时候我年纪很小，但是已经很坏，还离家出走了。后来我加入了教会，那个教会是一个邪教，他们专门利用女孩子去骗男人的钱。后来没有多久，我就遇到我老公。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只是想骗他的钱，于是我就编了一大堆很大的谎话。我说我自己是一个很穷很可怜的女孩子，甚至到他完全相信了。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什么要相信。来，这人真的不会，好，来，手指有背。我猜输了，所以我负责骗他的钱。他真的是傻乎乎的，我以为这一次一定能够骗到他的钱。但是后来我才发觉他是警察，他想搜集教会犯罪的资料。你的朋友在那儿？不用摆他们了。终于有一天，我跟你一起走吧。他带队到教会去，把所有教会的人都抓光，还救了我出去，送我回家。但是后来没有多久，我又被教会的余党抓回去了。他们逼我打电话给那个警察，叫他单独来救我。但是没想到他真的一个人来了。当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被教会的人打成重伤。我看到这个情形，我很难过，因为我觉得是我害他的，所以我一直很小心地照顾他。我们在小屋里被困了几天，但是这几天他对我很规矩。有一天，我无意中发现小屋的后窗对着一条公路，于是我想办法引人注意。我扔了很多次石头，但都没有用。后来他站起来，捡起地上的一块镜片。他说希望利用太阳的光线来发出求救的讯号。后来我们试了很多次都没有用，可能附近的人根本就不懂这种讯号。在这小屋里，应该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令他非常怀念，要不然他也不会留住那张密码表吧？到底是什么事呢？后来教会的人知道我们发放求救讯号，于是毒打我们。后来还把他打晕了，房子还着了火。我拼命地把他摇醒，但是当他醒了的时候，我差不多已经晕了。
很大。他拼命地撞门，希望可以逃出去。他出去之后，竟然回头来救我。他背着我冲出去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跑得很远很远，怕教会的人会追来。无论多辛苦，他都没有丢下我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知道我这一辈子不会跟他分开。他令我重过一些正常人的生活，做一个正常的女孩子。虽然我对他了解不多，但是我已经知道我越来越喜欢他。正当我想跟他表白的时候，喂，送给你的，我折了很久了。我发现了一个坏消息。我想你误会了，是吗？我有老婆。接着的日子，我又在放纵自己。我还在同一时间有几个男朋友，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忘记他。后来我发现我怀孕了，我不敢跟别人说。于是我生下孩子之后，就把他放在孤儿院门口。我一直跑，一直跑。我走到半路，我又舍不得，我真的舍不得。我走回去，但是那个孩子已经不见了。过了2年，有一天我在舞蹈学校楼下遇到他，然后我们在对面的天台聊了很久。原来这2年以来，他一直没有忘记过我，因此他还跟他老婆离了婚。当晚就在这个天台上，他叫我嫁给他。老公，哎，好多。结了婚之后很多年，我们2个一直很开心，很恩爱。小心点嘛。他还很想我跟他生个孩子，但是很可惜，他这一个愿望，你到外面走吧。我一直都做不到。后来我偷偷去看医生，证实是因为那次生孩子弄坏了身体导致不孕。我真的不敢告诉我老公，我怕他接受不了。直到前几年，我老公请了个拍档回家吃饭，我以为我见到自己的儿子。什么？吃饭吧，你在孤儿院长大的。是啊，为什么你这么问呢，嫂子？你今年多大了？20多岁。我觉得很奇怪，我正想找我儿子的时候，他就出现了。于是我跟踪他，但是被他发现。我只有把真相告诉他，原来他不是我儿子，他比他大几岁。他很同情我，还答应帮我找他，还有不告诉我老公，因为我怕他会空欢喜一场。之后我们去过很多政府部门去找，但是一直没有下落。有一天他很高兴地打电话给我，说他可能找到我儿子。但是后来我看见我老公快要起床，所以我很急地放下电话，我挂了不说。
然后我等了1个晚上，他一直都没有给我电话。直到第2天，喂，他说要给我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啊？不知道。我在这里等了他1天，他一直没有出现。后来我才知道他因公殉职，可能我老公觉得自己的好拍档死了，心情不好，所以一直都没有回来。说真的，他们2个的感情真的好像父子一样。你回来再说好不好？后来过了1个月，我老公在一次行动中也死了。在这次游船爆炸中，多艘水警轮前往抢救，还派出蛙人协助搜索。初步证实有30人丧生。在1个月前才刚离开警局的喂，老公，我刚刚在电视上看到你的样子，那个是不是你？你快告诉我那个不是你，我好害怕。他死得很惨，还找不到全尸，最后要靠牙医记录才能够证明他的身份。一转眼已经3年了。那么多年来，你仍是孤零零的一个，真的有点像我。我15、16岁，父母就双亡了。我没跟他说因为误杀而坐牢的事，只告诉他念完书之后去做了流浪少年，扮作知识广博的样子，又说认识很多，但是我认识的只有东叔一个，说是我老爸生前的朋友，其实我没什么印象而已。不过他真的挺行的，什么都懂，你知道吗？他最近教我耍太极。太极？哎，我耍给你看啊。以前我老公也喜欢耍太极给我看。对，跟我一起出去玩。不了，我以前也学过，可惜学不会。不过我很欣赏这种姿势。不对啊，如果只欣赏不接触，会挺孤单的。我不觉得自己孤单，我常常觉得我老公就在我身边，我还可以跟他沟通。啊，你真长情，我佩服你。但是可惜，我一直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孩子，始终耿耿于怀。但我不这么看，你以前做错的事都已经还清了，你现在呢，应该重新开始，还常常耿耿于怀，你以后怎么做人？无论如何，我在他面前还是不敢提孩子这2个字。其实避忌这回事像刺一样，你不拔它出来会痛，拔出来什么事都没了，甚至一拳打出去都不痛。喂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对了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，对，你可以跟你老公沟通，怎么沟通？他死了之后，我一直给他打电话，每次都通的。我给他留言。没可能啊，是不是你打错电话号码？他每一次都有回复我。死了怎么回复？说出来我怕会吓到你。哦，难怪你家里那么多通灵的书了。喂，你真相信这玩意儿？时间不早了，走吧。好，走。对了，你小时候加入的邪教，是不是跟通灵有关的？听完他的故事之后，我觉得对他的认识很深，但我自己的事，
我不知道怎么对他说。哎，我们才刚认识，时间多的是。关门啊。随便坐，我把衣服拿给你。哎，对了，你待会儿有空一起看电影吗？我买了戏票，要不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吗？挺好看的，好不好？是吗？看电影？其实我觉得我这样子做，其实很不公平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跟其他的男孩子约会，我还是很想念我老公。不对吧？你这样怎么行啊？接触一下外界嘛。要不然，改天我们看电影。好，那就改天吧。拿回去。改天我约你。真的？他说他会约会我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想我和他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。上次跟小说家的约会，虽然结果是那么惨，但那件事对我来说依然影响深远。起码学懂写小说。这次和跳舞老师的开始虽然有点痛苦，但我知道我跟他将会有一个很美满的结局，因为我发觉我真的很喜欢他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连做梦都会想他。加点辣油才好吃嘛。为什么不请人家回来吃饭呢？什么呀？谁呀？你别装算了，你看你把一切都写在脸上了。哎，人家要上班的嘛。晚上上班？他是个老师。李老师教你什么了，小朋友？只是讲故事。我把一整叠原稿纸交给东叔看，可能我真的很想跟其他人分享我的开心事。谁知道东叔说我写得很好，又说帮我拿去给他出版社的朋友，看看能不能结集出版。他还叫我继续写。回到房间，我又很自然地偷听他的留言。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，之前我跟你提过的那个怪人，我认识他之后，我不觉得他怪了。还有他给我一种我不会形容，一种很什么呀？很特别的感觉吧。特别？那是什么？其实以前你一直鼓励我，叫我重新开放自己，接受其他的人，就因为我做不到，还弄得你不理我了。但是这一次有点不一样，我觉得我真的可以接受他，但是我又不懂得怎么做，我连怎么找到他我都不知道。阿伟，告诉我，我怎么样才能找到他？听完他的留言之后，我感到很复杂。一方面我很开心，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不知道怎么告诉他我就住在他的对面。你过来吧，你过来就可以找到我了。她说等她的老公回答她。怎么回答呀？他已经死了。
这个时候，外面的灯好像坏了一样，闪个不停。但是，他好像很开心。难道他就是等这个？他好像明白了一些事情，立刻疾步离去。到底他去哪里呢？小姐，我想找一位跳舞老师。哦，在里面，你自己去找吧。哦。学校看向对面的家里，发觉原来那副招牌真的很光，根本没可能看到屋里的我。也许他一直在看的是那副招牌，而不是我。接着那几天，我去过他的家，问过管理员，去过坟场，去过公园，打电话去过他的舞蹈学校，但仍然没他消息。而舞蹈学校最近来了一个代课老师，他可能更受同学欢迎吧。但有一个动作，他始终无法代替。我真的很想知道，他到底去了哪里。从那天开始，他没有再留任何说话在留言信箱，只有东叔留过一个口讯。说他会离开香港几天，他叫我继续用心写作。我现在哪儿还有心情啊？我只想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我无意中发现，原来电话下边一直压着一张模式密码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外面的灯又闪了。我留意着灯的闪动节奏，我发现了一些东西。模式密码，天台。当我上到天台的时候，他已经睡着了，还是晕了呢？如果他从那天开始上来找我，到现在他已经等了几天了。当我发现他还有呼吸的时候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我真的很想吻他，因为我实在太喜欢他了。真心相爱的人，很可能做同一个梦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做同一个梦。在梦中，我对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以前从来没试过这么喜欢一个人。”以前？我们有以前吗？
我们好像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。李浩峰，杨曼琪，你知道吗？我终于可以把以前的事情放下了，感觉很舒服。动手！动手！不妨碍你们吧？老，哎，你别走过来，你给我站好了。这个适合你啊，够年轻。你那么喜欢泡小伙子，他跟阿明死的时候差不多年纪嘛。好，我老婆。不是，我没有。阿明是我杀的。你错怪阿明了。我现在没错怪你啊！下贱，真是下贱！你喜欢小伙子，我来给你介绍，无谓多说，这是你儿子。这是你老妈，叫声老妈吧。我不知道这小子是你跟哪个男人生的，你也猜不到我会查到。你去孤儿院问，他们一定不会告诉你。你那天在门口留下的婴儿，后来被一对姓李的夫妇收养，就是他。我不认识你老爸的傻小子。不要！所有的事都是你安排的吧？为什么？你不是一直想我为你生孩子吗？我这辈子只生过一次，就是刚才摔下去的那个。是在我15岁那年，在我15岁那年，我跟你在小屋游的那一次。那天你被人打晕了之后，教会的人帮你打针。有一天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发现。我马上帮你穿上衣服。后来我记得有摄影机在拍我们，我真的不想因为这样你被人抓到把柄，所以我才会不小心弄得房子着火。你说我就要相信。如果我当天跟你说清楚的话，今天的一切就不会发生。我这辈子唯一的愿望，就是和我喜欢的女人生一个孩子。现在我还喜不喜欢这个女人，我不敢说。但是我和我的儿子真的开开心心地相处了几天。
不过当时我自己不知道。喂，是吗？我正想打电话给你呢。你下来再说吧，我在车上等你。是。我知道。是的。我见过我儿子了，对，还很像我呢。老公，上车吧。走。哎呀，要快点，要不然儿子会闯大祸的。行啊。老公，你说你见过我们儿子？是啊。什么时候见过？哼，你不要神神秘秘的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为什么阿明在这睡觉？说来话长了。你叫他上楼去睡吧，免得把他吵醒了。这都是自己的闹表，有什么东西能吵醒他？哎，先把它按停了吧。我真的想到那个名字了，你叫老板先不要印封面吗？等一会儿啊。小姐，这张纸是不是你？哎呀，真的谢谢你啊！喂，是我找到书名了。